像风来了，带我离开人潮，拥抱。来人，带犯人莫格丽上场。大胆刁民莫格丽。啊？你应该说在。在。无间道演的过瘾否？需要我给你颁个最佳男主角奖否？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我就知道莫兄不是一个狼心狗肺的家伙。蛤蜊哥哥，你可太厉害了，把我们一群人都给骗住了，我差点就不相信爱情了。行了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你们几个人想怎么罚我都可以。行啊，那你先跪下呗。啊，你这有点过分了。不是吧？我大刑还没开始上呢，你就开始护犊子啊？你是不是金鱼的记忆啊？当时他跟你分手的时候，你要死要活的，你忘了？不记得了。如果他不跟我分手，假戏真做的话，郑美娟的老狐狸怎么可能相信啊？再说了，我们男人膝下有黄金，等回头我给你弄一个什么跪得容易的时候，咱再跪啊。没出息。还好你们演了这么大一出戏，把那个坏人终于给抓住了。可是他现在只是拘留，如果在24小时之内找不到证据的话，他可能会被释放。到时候再抓他的话，那就很难了。我现在都不明白了，人证物证都在，而且凶手近在眼前，整个事件来龙去脉都那么清楚，为什么不能判罪啊？这个嘛，我就来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疑罪从无。你来说。疑罪从无呢，指的就是刑事诉讼中，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确实、不充分，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应作出不起诉的决定。啊，我完全听不懂，我需要安神补脑液。用人话简单的说，就是证据不足，不能定罪。谢谢你啊，帮我小忙，顺便让我更绝望了。那要真的那个疑罪从无了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那继续找吧，凡走过，一定会留下痕迹的。哎，经理，别，子越，你不用安慰我的。其实，我也只是不想让我爸继续错下去。我选择站在真理这边。不是说羁押时间还有24小时吗？距离现在还有20小时零2分。从现在起，我们还有不到20个小时的时间。我跟灵犀分头行动，我们去海边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。唐琛跟子约呢，你们就留在大本营。我们要找到新的线索的话，就向群里汇报一下。你们就找一下，看看在法律上有没有支撑点。OK，没问题。我还有我。
你就守住你的后勤位置就好了。没问题，那我负责端茶送水，零食24小时不间断供应。还有我。再坚硬的盾也会有能刺穿他的剑。对我爸来说，我妈就是他的软肋。这样吧，我跟依林先回家，看能不能从我妈那里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。正理哥，你确定你没问题吗？没事，跟你斗智斗勇那么多年，这点困境难不倒我的。各位放心，不管是水漫金山还是火烧赤壁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来了。你们你好，这是郑伟觉的家吗？是。这是我的证件，有几个问题需要你配合一下。你还记得上个月他回来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吗？他给我发的就是这个位置。我来来回回走了这么多次，就没有找到一点点线索，也没有找到一点点痕迹。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？我确定是这个地方，也有可能是我错过了时间，要不就是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。哎，他在这附近吃过一张罚单，你跟他卧底那么久，没有套出一点信息啊？没有。他这个人做事情都非常严谨，而且对事情呢又守口如瓶的。我还拿车辙炸过他。炸出什么水花没有？没有，他还讽刺了我。他说我走后你拍到了车辙，你也真是太厉害了。等一下，他这个话的语境很奇怪，他为什么要强调他走后？而且他为什么很笃定地说你就是没有看到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非常的自信，也就是说他有100%的把握。也是，这里是海滩，就算有什么小的细节，海浪一拍上来，所有证据都没有了。可能性很低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这片沙滩，只有退潮的时候，这个沙滩才会露出来。如果他的车真的开过来的话，那肯定会陷下去啊。会不会郑伟杰最后来的地方根本不是这里？丁建雄身上那个线索就是在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地方。如果要是按照一定不会拍到车辙的逻辑的话，应该会是在海底、海面，或者是船上。车开不进去的地方都没有车影，还有一个地方。哎，如果没有这个案子的事情，就我跟你2个人，我们在这里看看风景，看看日出，那感觉该多好啊！那你以前对李玉衡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呀？哎呀，我们2个呢，看的是日落，哼，那个海浪一浪一浪的拍打过来，那个海风呀，吹动着我的秀发，开心极了。哎，我逗你玩的。哇！你小心一点。怎么这么多泥呀？我没看见。没事吧？完了，我鞋上全都沾着泥了。等一下，如果郑伟觉来过这个地方的话，他脚上也会有泥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能够找到郑伟觉案发当天穿着的鞋，把他鞋上的泥土做下分析，就能够找到相同的泥土和相同的地方，就能锁定。
丁俊雄最后出现的地方。果然，老天给我们关上一扇窗的同时，就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啊！郑理，你在找什么呢？妈，鞋呢？鞋不就是在鞋柜里吗？我说的是爸那天结婚纪念日穿回来的那双。我不记得你爸那双鞋了。妈，你不要跟我说谎了，那双鞋是你送给爸的，爸每年结婚纪念日都会穿着它，你不可能不记得。我不知道你爸爸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，为什么警察和你都要到家里来找他的鞋和衣服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整件事都在调查中。不过妈，你先别担心。我怎么不担心啊？我们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你爸爸就是出国有时差，他也会给我打电话报平安。现在都10多个小时了，我没有他的消息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不担心？你告诉我，我哪能找到他？我要跟他，我要问问他吃饭了吗？啊？为什么手机开机却没人接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能跟他联系上？我要跟他通话，我不放心。你告诉我，你爸爸在哪儿？先冷静一下。我妈说，前2天刚把鞋子一起打包送去干洗店了，干洗店的单子我发到你微信了。人呢？你好，您看一下这个单子，您知道这批鞋在哪里吗？哦，刚扔到机器里杀毒，红单了。老天不仅关上了窗户，连下水道也给堵死了。哎，这次你们要多加50块钱啊！有一双鞋特别脏，我要单独一个批次啊再进行清洗。我刷了10分钟，一只鞋底的泥啊刚刚刷干净，另一只还没动呢。那双鞋现在在哪儿呢？根据土壤中岩石风化的矿物质和植物残体分解产生的有机质，我们推断出了大致的事发地方位，找到了一具尸体。发现一具尸体，发现尸体了，那边。确定了，是我爸。林宇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丁宇，我是你爸。
要不是你长期卧底，什么超速罚单啊、鞋子啊、正确的抛尸地，这一系列正确的线索根本串不到一起，而且也不会引导我们找到真正的尸体，所以你做的这一切都没有白费。还有10分钟就压满24小时了，尸检报告为什么还没有出来？我刚刚已经问过了，还要再等一会儿。好，那我陪你再等等。我上厕所。我陪你啊。这件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也许这一辈子都不能有足够的证据来定他的罪了。但是随着这件事情水落石出，也算是变相的惩罚了他。如果爷爷要是知道的话，他一定很开心吧？当然了，你为爷爷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他知道一定不会有遗憾的，并且会很骄傲，甚至还会心疼你。莫格丽，答应我，如果以后再有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不许你一个人了，我跟你一起承担，好不好？你害怕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毕竟他是我爸。有时候我常在想，我这自以为是的真理，到底是对的，还是错的？你没有错，即便现在有退缩的余地，你也依然会选择真相，不是吗？虽然选择真相的代价是头破血流，但那才是正直真实的你啊！谢谢你。再大的问题我们一起面对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们也一起扛。警察同志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。你们几位，过家家的游戏可以结束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能放他走呀！这个涉及到案情的内容，在没有找到新的证据之前，我们不能仅凭推断无故的拘留人。哎，家属过来一下，这是尸检报告，可以看一下。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急呢？我的那些护品都没有带齐，再说羽绒服也没有带够。我听说加拿大这个时候特别的冷。哎呀，老婆呀，你不是一直在抱怨吗？说咱这10年签，签了这么久了，你也不带我出去看世界去，这不正好吗？公司呢出了一些问题，我这心里也不好啊。你就陪我出去散散心嘛，咱们也来一个。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怎么样？走吧。我还是闹不懂，警察为什么要扣留你？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就是一点小纠纷嘛。啊？你跟林正浩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？我可是听了一些传闻，说你是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的。那就是一些商业上的行为而已啊。林正浩倒台了，那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，公司还有那么多高管呢，他们可不是傻子。再说了，就是我有问题，那警察为什么会放我呢？没事儿，别多想了啊！你先想想看，咱们出去该怎么玩吧？啊，走吧。老黄，当年呢，
我是推了一辆二手车，把你娶回家的。那个时候我就承诺，一定要带你周游世界。今天机会来了，啊，正好，也可以兑现我35年对你的承诺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可不在乎什么3转1响，我只是觉得，能说出带你周游全世界那样的人就是个怪物。我就是被你这个后半句话给骗了。你不后悔吗？从不后悔。好，走，咱们去买票。走走。可是我们就这么走了，也不跟儿子说一声，就这玩意儿这么消失，他是会担心的。儿子现在对我有意见，跟我对着干呢。你记得那个莫格丽吗？他给他洗脑了，听风就是雨啊。我想呢，这段时间我们俩都冷静冷静，等他想清楚了，想明白了，咱们让他再飞过来，不就完了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爸妈，爸。好像出事了，我爸妈行李都不见了。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。世界上还有2/3的国家等待我们去探索。可是我们已经50多岁的人了，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还有时间把它都走完吗？没有问题啊，老婆。哎呦，你想多了。你听我说，如果你想坐热气球的话，我就陪你上天；如果你想跳伞的话，我就陪你来个自由落体。啊，如果呢你想漂流的话，我陪你奋勇向前。总之呢，就像网上说的那样，我可是抱定了你的大腿了，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。我有点饿了。哦，我想先喝碗粥吧。没问题啊，粥在2楼吧。走。怎么样？家里的衣服跟行李箱全都不见了，我打了电话也找不到人。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消失，真的很难不让人联想成畏罪潜逃。会去国内还是国外？他护照现在在吗？机票记录有吗？他这种东西从来不放家里。再找找吧。都只是一些普通的文件，护照应该他不会放在这里，找不到。人就算是我杀的，那又能怎么样啊？你想用这些边角料的证据来吓唬我？20年了，丁建雄威胁不了我，你也威胁不了我。可以看一下。
我找到一个重要的证据。我查到了，浏览记录里的机票信息显示，他们马上要去加拿大了，而且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走啊！来吃吧。你怎么不吃？啊，我不饿，嗨，快喝吧啊！该登记了。麻烦务必找到我爸。分开找。发现嫌疑人踪迹，现在出发抓捕。怎么了？我们能不能不走了？不走了？不愿意陪我去看世界了？我当然想跟你一起看世界，我是想让我们轻轻松松的去，而不是背太多的负担去。背负？有什么背负的？哎呀，即便是有负担，那也是我扛着。你只要高高兴兴陪我出去就行了，好吧？我们是夫妻，你有什么事情，我怎么不管呢？行了，不说了，该登记了，走吧。啊，走走走走。郑伟决，你跟我们回去自首吧。哼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警察已经调查过了，跟我没关系。要不然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我们有了新的证据。你感染上了艾滋。你太逗了吧？啊？你想把我留住，编出这种谎言啊？啊？我也希望这是假的，但是对不起，这是体检报告，这个不会说谎吧？证据就在这儿呢。就算我真有，能证明什么呢？很不巧的是，丁建雄出狱以后，他也感染上了艾滋。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手上有个疤，那是跟丁建雄在打斗当中留下来的吧？你俩在打斗的过程当中，他的血液溅到了你的伤口上，所以病毒直接进入了你的体内。虽然说也不完全有这个可能，但是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。你可真会编故事。你怎么不去写小说呢？就算我们俩得了同一种病，那怎么能证明就是他传染给我的呢？其他的病是不可以，但是艾滋确实是可以的。艾滋病有它独特的运营机制。丁建雄的血液进入你人体以后，你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开始自我复制，去攻击你体内的免疫力系统，直到你的抵抗力完全丧失。那个时候，才开始真正的变异。也就是说，在变异之前，你跟丁建雄体内的病毒 DNA 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不是他传染给你的，那你俩病毒的 DNA 就是不一样的。你如果想证明自己的清白的话，那你就跟我们回去自首认罪。
郑先生，我们发现了新的疑点，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李山，拿着。对不起啊，我这次又不能陪你看世界了。走吧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341条、第232条有关规定，现判决如下：被告人郑伟决偷猎罪、杀人罪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。乌格丽。知道你压力大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事了。我知道爷爷的案子没办法再追诉了，这好歹也算是让凶手绳之以法了。这算不算是给爷爷一个交代啊？算，当然算。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，如果当时没有那些意外的发现的话，也许就不能给爷爷一个交代了。这不是意外，这是必然。你想想，如果没有你的坚持跟牺牲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找到尸体上关键的消息，并把他叫回来重新调查呢？如果你没有拖延时间让他逃跑了，那尔丁男举出再多的铁证也是枉然啊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还要感谢尔丁男，如果不是他被抓的时候主动交代了作为凶器的石头上面的痕迹，让郑伟决直接定了罪。或许还要感谢郑伟决的腰伤，让他在抛尸的时候不得不假手疑人。所以这个事情，他本来想用一个新的罪行去掩盖他以前的罪行，没有想到出了一个新的漏洞，说明了什么？做错了事情不能逃避责任，这些都是侥幸。没想到他落得这样的下场。好了，你就不要想这些了。这个案子你付出最大，为了这个案子，你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。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。好了，大功臣，我们回家吧。如果爷爷在天之灵的话，他一定会很欣慰的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走。你运气不太好，走得太早了，没有看到他的结局。他被抓以后认了所有罪，还主动交代了当年的事情，也算是洗脱了你杀人的罪名。现在他和他的手下都已经绳之于法，你也可以安息了。爸。如果有下辈子呢？我希望你过得别这么憋屈，堂堂正正，像个男人一点，别把养老母亲、妻子、儿子寄希望于他人。这些事情不管多难，不都得自己扛吗？对吧？还有，一定要走对路，有了困难，一家人一起面对。不就够了吗？我现在经常想起我小时候，你在乡下陪我玩，我们整天多开心。可惜，
那种日子再也回不去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给你找的这个新地方，你还满意吗？其实这儿我本来是买不起的，但是之前的房子，就是我为了结婚买的那套，催我回去交物业费，我才知道原来高杰竟然留着没卖。我硬是把房子还给了他，然后留下点钱，给你买了这块地方。现在想想，其实你和高杰，我都挺对不起的，也就只能帮你们做到这儿了。小雨，你现在知道误解一个人的生前行为有多后悔吗？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呢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没有吃过什么苦，生活也没什么大波浪，所以呢，我也没有什么仇人。如果小雨能回来吃饭，我们都很欢迎。希望你也别再太介意了。小雨，你对他其实有很多的误解。出事以后，他也是很愧疚的。他觉得对你不够好，对你太严格了。每当我给你做饭的时候，他总是买一点好吃的给你。真的，不管你怎么想他，他真的是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的。对不起啊，爸。好，走。经理，你好啊！哈哈，怎么样？这个苦大仇深的样子，怎么了？你妈呢？妈在家里，没有来。不过，她过得挺不好的。啊，你呢？我我能好到哪儿去啊？又能坏到哪儿去啊？哼哼，你们都往宽处想，别太难为自己了。尤其是你妈，她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得让她往前看，啊。
过一阵子，我打算带着白依林去旅行。本来想要带上我妈的，但妈说不要，她才不要当我们的电灯泡。于是我就跟妈说：“妈，我们全家人有多久没有一起去旅行了？”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妈还是答应了。行，你妈就托你俩照顾了，啊。看来我之前对她的承诺做不到了。郑丽，谢谢你，啊，带她出去看世界吧。不过我在想啊，我不在，你妈妈的脾气可能不会太好。如果她不开心，你就多哄哄她，啊。毕竟我不在啊，没有人给她撑腰了。如果这个有误会，你就多解释解释。她也不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，啊。如果你成了家，你不能只顾你媳妇儿，不顾你妈。我像是这样的人吗？你真是个好儿子啊！不过，现在我好像没有权利这样说了。郑丽，一个人在他第一次犯错误的时候，就应该及时面对，正确的去弥补。不要像爸爸这样，靠挖一个坑去填前边那个坑，这样会把一辈子都搭进去的。这算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了，啊！时间到了。郑丽，我时间到了，我该进去了啊。爸，我想再看你折纸。
牵起手看我的脸，不知